昨天他还是抱着金佛缓缓沉入河底，热衷于做慈善的百亿富商。结果一场全球直播不仅爆出了他以前的人贩子身份，还意外拍到了他残杀同伙母子2人的全过程。富商一夜之间声名狼藉，只能按照绑匪的要求登上619货轮。船舱内部提前布置好了直播设备，担心富商不肯乖乖合作，绑匪还绑架了他的女友和女儿，周围密密麻麻放满了炸弹，逼他如实的说出当年的爆炸案真相。看到了吧？你女儿就在离你不远的船上。原来，在2017年的6月19日，南部海域发生了一起船只爆炸事故。当时船上死了23个孩子，警方对外宣称是偷渡来的儿童，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全是福利院的暗货，是人贩子在大街上拐走的孩子。案件启动1个月后，负责调查此案的女警神秘死亡，令这起爆炸案扑朔迷离。更诡异的是，最后案件居然搁浅不了了之。对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，这无疑是杀人诛心的残忍打击。于是，在得知富商郑炳瑞就是当年的人贩子后，雅英夫妇里应外合绑架了郑炳瑞的女儿，逼他亲口说出当年619爆炸案的真相，并说出幕后主使的真正身份。而郑炳瑞自然不愿坐以待毙，转身掉头去救自己的女儿。结果这时特种部队赶到，迅速控制现场，并拆掉了所有直播设备。安全署长更是直接摔坏手机，断了直播的最后一丝可能。本以为这场直播就此结束，不料雅英竟切换到声道模式，让知道郑炳瑞一切的女友代替他说出了当年的真相。大萌，在哈佛福利院拐卖儿童，619事件是他炸死了23个孩子，郑先生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被胁迫的。而你们的安全署长是一个人，脑子怎么搞的？安全署长这是什么？听到这的署长赶紧下令封禁账号，可几十个账号轮番登录，并且 IP 地址还在不同国家，一时之间根本封不过来。10分钟后，直播正式开始，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知道达蒙是一个人贩子。随后，雅英又抛给郑炳瑞一个选择，抽屉里放着一个遥控器，只要按下就能连人带船一起炸掉，是阻止直播的唯一方法。就像当年的选择一样，让真相石沉大海，从此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。同时，警方队伍中也出现了分歧。停止命令！达蒙表示要和郑炳瑞单独谈谈，让特警清场所有人都出去。张警官则坚持解救人质，甚至举枪对准了达蒙。结果一向唯命是从的属下，在这关键时刻竟毫不犹豫地一枪打穿了他的腰子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郑炳瑞，他没想到达蒙为了掩盖真相，连警察都敢杀，并且还歪曲事实，将张警官定性为这次绑架案的主谋。很明显，突然反水的属下是达蒙提前安插在张警官身边的。随后，所有人离开船舱，达蒙蹲在地上，向张警官说出了一个秘密：你太太也是我派人炸的。原来张警官妻子正是619爆炸案的负责人，当年他收集了很多证据，距离真相只有1步之遥。在向达蒙申请逮捕令的当天晚上，却惨遭灭口，被达蒙派人炸死在了车里。说完当年真相，达蒙一枪将张警官灭口，随后又威胁郑炳瑞交出遥控器。没想到郑炳瑞竟在全身绑满炸药，步步紧逼，咆哮着要和达蒙同归于尽。本以为此举能唬住达蒙，结果达蒙却丝毫不惧，一枪打碎了郑炳瑞的膝盖骨。因为达蒙从小看着郑炳瑞长大，非常清楚他的虚假性格。当初人贩子要砍断孩子的腿，是郑炳瑞主动上去按住挣扎的同伴，后来又自愿给福利院送暗货，货不够了，更是提议扩大范围，去别的城市拐孩子回来。就连619船只爆炸，也是郑炳瑞提前安放的炸弹，按下遥控炸死了23个孩子。你的信念感多强啊！把脏水都泼在我身上。哼，23个孩子是死在你的手里，还带佛珠，搞皈依，别伪善了！我们是人贩子，卖孩子了，你绝不会为孩子卖了自己。我现在就替你做决定，我数到3，你不炸那边，我就打死你，然后再炸死他们。面对生命的倒计时，郑炳瑞想起了爆炸案发生那天。那天为了躲避大路上的警察，他选择了一条没走过的小路。小路杂草密林丛生，空气流通性非常差。孩子们被关在密封的货车车厢，再加上时间比以前慢了一半。等来到码头，23个孩子早已全部窒息而亡。达蒙知道此事后，让郑炳瑞自行处理，别留下证据。而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，如果和以前一样随意丢弃，势必会引起警方的怀疑。于是为了毁尸灭迹，郑炳瑞将孩子们送上货船，并悄悄安装炸弹，引爆货船，将孩子炸得面目全非，伪装成意外爆炸的假象。而现在，同样的选择摆在面前，只见他举起身上炸弹遥控器，然后对准达蒙发出决绝的怒吼。
达蒙说的没错，相对于爱孩子，郑秉瑞还是爱自己多一些。最终在生死抉择面前，决绝地按下了船只爆炸按钮，亲手炸死了自己女儿。而就在他们离开货船，准备将所有锅都扣在张警官头上时，绑匪的直播开启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直播画面居然是达蒙卸下伪装的那一幕。你太太也是我派人炸死的，那你还不想杀我？谁要跳出来？我们是人贩子，卖孩子了。我数了3，你们炸了店，我先打死你。原来张警官衣服上的纽扣里竟藏着一个微型摄像头，录下了刚才的对话全过程。他知道只有自己死了，达蒙才会放下防备，说出所有真相。而这场直播第一时间惊动了总理，当即派军队将达蒙抓捕。杀人加上拐卖儿童，这些罪足够枪毙他800次了。郑秉瑞则被送进医院，等养好了伤再对他进行审判。结果这天，本该在爆炸中死去的李老师竟完好无损地来到了病房。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感觉？现在还活着。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你亲手按了炸弹，是你害死了自己的女儿，让他跟我儿子一样，炸得粉身碎骨，炸得死无葬身之地。你的儿子也在里面。原来李老师也是一名受害者的母亲。一次去片场试戏时，儿子被郑秉瑞他们一伙掳走。爆炸案发生后，是张警官将遇害者家属聚在了一起，彼此分担痛苦，才挺过了那些崩溃煎熬的日日夜夜。而张警官的妻子出事前怀着身孕，算是一尸2命。于是为了给孩子们报仇，他们将所有案件线索重新整理，最终锁定在了郑秉瑞和达蒙身上。从那天起，有的人伪装成员工进入郑秉瑞家，有的人成了施福安夫妇的邻居。李老师应聘舞蹈老师，成功获取了郑秉瑞父女的信任。事发当天，园丁阿卢将婷婷迷晕装进除草机，然后放进张警官驾驶警车的后备箱。张警官则以盘查车辆为由，迷晕借钱离开的施福安，伪造成他绑架婷婷的假象。之后，精通网络的电脑高手频繁切换海外 IP 进行直播，主持人更是利用职位之便制造舆论压力，煽动郑秉瑞的情绪，让他失去理智，将施福安当成绑匪狗咬狗杀了对方的妻儿。接着又设计他和达蒙反目成仇，全球直播了619爆炸案真相。只不过这次的代价却是张警官的命。而自始至终，婷婷都没有受到伤害，只是以演戏为由骗他配合拍的绑架视频。断指也只是拍戏道具，被绑布满炸弹的直播现场，也不过是在一模一样的背景灯塔里进行的。我怎么会原谅你？我们也不会。很快到了开庭这天，达蒙被人在狱中活活勒死，并制造成了畏罪自杀的假象。吴达义带着炸弹准备劫走郑秉瑞，结果路上被一群小孩子拦住，车里的遥控器也被一个熊孩子顺走。郑秉瑞被押着来到法院，天空的雨越下越大，就像老天在为那些惨死的孩子鸣冤。雨滴砸在地面上的声音，仿佛是当年孩子在爆炸前最后的哭喊。围观的人一个个群情激愤，恨不得扑上来活撕了这个人渣。婷婷也被李老师带到了现场，来见郑秉瑞最后一面。此时的孩子还小，根本不懂爸爸犯了什么罪，为什么警察会把他抓走。随后吴达义驾车出现在人群外，同时施福安混在人群中，手持真理准备给妻儿报仇。而这时不远处熊孩子手中的遥控器掉落，危急关头，郑秉瑞奋力跑向女儿，而枪响后，画面直接黑屏，只留下郑秉瑞的一句话外音：这是报应。这是导演故意留的开放式结局，父女2人到底谁中了枪？有人说郑秉瑞在最后一刻挡下了子弹，完成了一个作为父亲的救赎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女儿中枪身亡，这种说法更符合因果报应的主题，意味着郑秉瑞虽然活着，却要承受女儿因自己而死的终极痛苦，让他余生都活在悔恨与自责之中，才是对他最残忍的惩罚。而这2种说法，大家觉得哪一种才是导演想传递给我们的？